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当地时间8月30日23点59分，随着最后一架 C-17环球霸王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国国防部也正式的宣布，美国已经完成了其从阿富汗撤军的所有行动。美国在阿富汗为期20年之久的军事行动也终于画上了句点。当晚，在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离后，机场附近发生了大量密集的枪声。قطعة فاتح زواق زواق فاتح زواق فاتح زواق ممتاز هذا قطعة فاتح زواق 媒体一开始报道说是在机场附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而在之后被证实其实是塔利班人员在涌入机场后难掩激动的心情，向天鸣枪射击来庆祝美军的撤离。随后在8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全国讲话中正式宣布，美国将不再延长在阿富汗的所有军事行动。那么从2001年到2021年结束，美国这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到底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结论呢，自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起，各类的军事援助也开始为阿富汗提供支持。据统计，最高的一年，阿富汗政府有超过80%的财政支出是由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给报销的。即使说阿富汗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前几名之一，但是呢，在过去的20年内，阿富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体系还是有明显的改善的。相比于2001年时的阿富汗，如今的阿富汗国民经济总量 GNP 增加了3倍多，总人口数呢也增加了2倍多，达到了4000多万人。此外呢，得益于美国先进的工业建设水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原本破旧低矮的城市建筑，也逐渐开始被一些高楼和现代化的公寓、商店所替代。而互联网和手机也开始被更多的阿富汗人民接触到。在目前的阿富汗呢，有近1000万的人懂得基本的互联网知识，有超过半数以上的阿富汗人民拥有自己的手机。此外呢，女性的地位也在阿富汗塔利班被美军击溃后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目前在阿富汗的学校中，有接近40%的学生是女性。在阿富汗的议会中，也有近30%的女性议员。可以说，女性地位如此巨大的提升，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然而，除了这些被美国政府反复宣传的卓越战绩以外，还有很多遗留下来的问题值得反思。首先呢，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一项名为“战争成本核算 Cost of War Project” 这个研究报告，美国呢在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一共花费了高达2.26万亿美元，这些钱基本都是来自于美国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费。然而，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 SPRI 发布了一篇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名单，其中披露了有2.02万亿美元的资金进入到了美国5大军火公司的口袋，他们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也就是说，美国为这20年的战争所花费掉的巨额资金，其实最后还是有绝大部分流回到了美国军火公司的手中。这就使得大批的美国纳税人开始怀疑这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和合理性。而且在美国向阿富汗运送大批量军事物资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后还是流向给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这就很尴尬了，本来是花了纳税人的钱来滋养自己的部队的，结果却便宜了自己的敌人，这肯定就不能忍了。
塔利班武装在差不多10年前有次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还搬出了当年我国抗战时期的一句经典名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也就能看出，其实武器流向不明确这件事情，不只是在美国近期撤军后才出现。早前《纽约时报》曾经在2009年时就发过一篇报道，揭露了当时美军武器送到塔利班手里这个丑闻。在1个月前美国召开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中，有记者提问拜登，塔利班是否最终会占领阿富汗呢？拜登当时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定，不会的。然而在美国撤军后不到24小时内，塔利班武装就击溃了几乎所有的阿富汗东北部地方政府军，迫使近1万多名阿富汗士兵逃到了塔吉克斯坦避难，而大量的美军留给阿富汗政府军的精良武器也被拱手让给了塔利班武装，而这些却只还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就在上个月，由于美军的紧急撤退，有大量来不及运输回国的军事武器装备就留在了阿富汗各个地区的军事设施中，任由塔利班武装分子挑选使用或者变卖。根据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透露，有超过7.5万辆军用汽车、200多架飞机和直升机、60多万件各式现代武器和轻武器、夜视仪、防弹衣等落入了塔利班的手中。班克斯称，塔利班现在拥有的黑鹰直升机比世界上85%的国家都多，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而台湾部署军队的黑鹰直升机也只有44架而已。据估计呢，这些武器的价值大约有850亿美元。难以想象，当塔利班获得了这些武器和背后潜在的变卖价值后，又能折腾出来多少骇人听闻的事端。那么除了资金上的巨大消耗以外，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大量的伤害。据统计呢，在整场战争中，美军伤亡的士兵数量超过了2400人，有2万多人在任务中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即使在接受治疗后，还是患上了难以痊愈的病症，甚至于终生残疾。而除了美军以外，战争也导致了近4000名军火承包商丧生。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大家在电影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的雇佣兵。另外呢，也有超过1000名的盟国军人在战争中丧生。而最惨的就是阿富汗的军人和警察。在接受了美军训练后的阿富汗国民军和警察，常常会被派上最前线战场刺探敌情，因此要常常面对数以千计难以预料的偷袭、埋伏、炸弹、地雷和狙击手等。据统计呢，在战争中一共有超过6万名阿富汗的军人和警察在战场上不幸丧生。除了军人以外呢，战争也造成了4.7万名阿富汗平民丧生，他们大多呢都是被炮火误伤而死亡的。此外，由于长期持续的炮火攻击，很多阿富汗人民的住所也被破坏。因此，据统计，自2001年10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一共有近600万的阿富汗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仅仅在过去的3年中，也有差不多40万的阿富汗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在这3年中呢，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幅增加。仅在2019年1年，美国军机就在阿富汗投下了7000多枚炮弹，是2015年的8倍之多。大量的炸弹袭击也导致了很多的阿富汗当地的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卫生状况也急转直下，传染病和伤口感染在阿富汗的大街小巷都蔓延开来，也导致了很多的平民甚至于儿童丧生。而除了这些事实以外呢，在美国出兵阿富汗的这20年内，阿富汗境内的恐怖袭击数量不降反增，而且是大幅度的上升。据统计，2001年时的阿富汗一年发生了20起恐怖袭击，死亡177人；而在2020年时，阿富汗的恐怖袭击数量达到了恐怖的2373起，
共导致了6617人丧命。这也使得阿富汗一跃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恐怖袭击最多的国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呢，是毒品的肆虐。自从出兵阿富汗后，美国非但没有打击阿富汗的毒品活动，反而是主动去推广罂粟等毒品原材料的种植。20年期间，阿富汗新诞生了数百家毒品生产工厂。战争前，阿富汗一年的毒品产量只有100多吨，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难以置信的6300吨。阿富汗目前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罂粟产地，鸦片的年生产量达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80%，相当的恐怖。时至今日，虽然说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还是留下了太多的问题。如今，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成立了新的政府。很难说这会对阿富汗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不只是阿富汗，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战争，在战后都会留下非常多的伤痕，给人们带来了数不尽的痛苦和麻烦。所以还是真心希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了。最后呢，我想引用一句出自一位经济学家的名言来结尾，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多去想一下和平和战争的意义。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愿景。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和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